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再继续分享3个种子字的咒语，也就是嗡啊吽。这嗡啊吽可以非常广泛的来做修持与使用。那我们再继续来学习这嗡啊吽可以怎么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去看了一个病人，可能在这医院当中有一些比较负能量的能量，你带回到家中，你觉得很不舒服，人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事实上你在去医院之前，在踏入医院之前，就可以先念嗡啊吽，祈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身语意的加持，加持净化我们，加持净化所有六道的众生，包含所有在医院生病的众生，不管是生者或者亡者，乃至于回到家里还是觉得不舒服，也是可以再持嗡啊吽，就是净化加持。这时候你要念嗡啊吽的时候，就是观想嗡在你的眉头眉心白色，红色在你喉头，吽在你的心间蓝色，嗡啊吽，十方三世一切的身语意的加持你，等于是帮你净化加持，这也是一个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持大悲咒，也是有净化加持的力量。六字大明咒，任何的咒语，任何的佛号圣名，乃至于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或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嘴巴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念出来的每一个字，在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呢，他们看到的都是金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他们都会双手合十在你旁边，对你合掌，不是恭敬你，是恭敬你念出来的南无阿弥陀佛。那如果你的内心又能够升起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本具的清净功德自信，哇，那你走在医院里面，或者你去到磁场很不干净的地方，比如说殡仪馆，或者是你去到一些饭店，就磁场非常的不好，很不舒服，那你就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那你就观想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身语意都在加持净化这所有的器世间，不是光你眼睛看到的这个饭店的房间呢，或者去医院看一个病人，或者去殡仪馆去送一个你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告别式，不是，是整个片虚空片法界都得到净化加持。但是你也可以特殊的缘念，你想要净化的地方，比如说你去了一个告别式，你希望能够让自己不要受到这个负面的这个能量的干扰，当然同时也是祝福这个你至亲的朋友的最后一程。你也可以念咒语，任何咒语都可以，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或者大悲咒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很傲慢，不要说我念这个我很了不起，我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尊，我来加持净化你，不要这样想。你要去想我们清净的本具自心没有错，就是清净的如来藏。但清净的如来藏本身呢，它是没有二元对立的，它是在圣义地当中不生不灭，所以是非常清净柔软的。所以不要有那种强烈的我执，说我在帮你，我想要帮你遣除违缘，我想要去帮你这个遣除这个魔障。当你有这个我的时候，你就有对境的这个力量会去对你会排斥，就会有个反错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这些咒语，不管是这3根本种子字，嗡啊吽，或者任何的咒语，很重要的，你要把你的心要平等舍，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使我们很怨恨的人，我们都要去很慈爱他，就是要一个无生无灭，不增不减，本具的清净的自信。那这样子大家就能够比较了解，如果你诸事不顺，或者你觉得这个磁场很负面，很不喜欢，很不舒服，这个不舒服从你身体可能生病，或者诸事不顺，或者你就心里闷闷的，怎么样就快乐不起来，那有时候这些都是一些干扰，
那你就要多修法，发起菩提心，升起空正见，自利利他，成就佛国，就持一个跟你有缘的咒语。那这咒语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教学，那你也可以看我们之前所录制的一些教学片。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持观世音菩萨的根本六字真言，那你一定要升起菩提心，一定要升起大悲心。唯有我们的心转换成跟佛菩萨一样的心念的时候，这个咒语本身才有真正最高纯度的力量。不是说你用凡夫心念没有加持力，不是的哈。但是如果你想要让它力量更强大，那你就是要学习佛菩萨的心，也就是大悲心、菩提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内涵。如果我们只是念出那个音，没有去修佛菩萨本质的心绪内涵，那就只有一个形，没有他的神。所以这嗡啊吽呢，我刚刚已经说了，在一些比较副磁场的地方你也都可以去念嗡啊吽。我们在日常生活可以怎么来做修持呢？那你可以在净化你自己的一些贡品，比如说你买了一些水果，你的香或者你想要供养佛菩萨的，你都可以先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那就是这个清净净化加持也是无限增长广大，然后再来供佛，然后这就是会有一个很清净的加持的力量。那除此之外呢，那你自己在一些日常生活诸事不顺的时候，那你也是可以念嗡啊吽。那如果你去了一个地方，你觉得非常的阴暗而且旁边都没有人，心里觉得毛毛的，你也可以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那你在念嗡啊吽的时候，就观想白色、红色、蓝色诸佛三身，就是身语意的加持，那瞬间这恐怖的气氛，这个恐怖的黑暗就会瞬间被吹灭马上你的心就有一种正的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你。所以在一些这个邪灵干扰就是我们看不到一些众生干扰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嗡啊吽来去做一个净化加持。那尤其各位都是学佛者也都有那个打坐的习惯。那事实上呢，居士在家打坐的时间不要太长，尤其更不要去希求有一些感应神通，因为有时候这种你所希求的是一种勾招就是他招引过来的不是佛菩萨来加持你，有时候是一些魔障，还有一些是一些鬼。所以呢，我们也是要修这个嗡啊吽，它也是可以破除这个魔障，一些邪灵的干扰。所以我们在打坐的禅修不要时间太长，就是时间短，可以多次，比如说早晚各一次，一次10分钟、5分钟就可以了。不要一次打坐3个小时、5个小时希望能够好像看到佛菩萨，或者能够证得空性，有什么感应。当有这种对外攀求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招惹这些看不到的这些众生，会去干扰你自己本身的这种神识，所以有些人就会走火入魔。所以在佛陀证道的时候，他也曾经被魔干扰。那佛陀也是会用正念觉照，然后以这所有的正修持来把持正心。所以禅修修行持咒绝对不可以向外攀求。当然你可以去求比如说生活富足、诸事吉祥有些最近遇到的一些身体的障碍，或者是事业的障碍，你想要去遣除这个违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升起大悲心，一定要学佛菩萨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如果从头到尾你在修行持咒都是100%只是想要利益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的话，那基本上这种力量它不能够圆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修行持咒他没有感应就是想要求的东西他都求不到，就是因为你只有持咒持他的形，也就是他的音，
你并没有持到诸佛菩萨的本心，也就是它那个内涵，好，就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这个内涵，好，也就是精髓。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明白。所以这个嗡啊吽呢，在你们在禅修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先念嗡啊吽，先净化一下你要打坐的那个环境，没有一些负面能量的干扰，然后我们就好好的去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好好的觉照自心就好了。不要对外希求跟攀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口诀。不管你持咒念佛修行打坐都是一样，只要对外攀缘，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魔的干扰，或者是一些看不到的众生的干扰，就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会去干扰我们的心事。嗡啊吽也可以配合你自己每天的运动。我们讲一些比较日常生活的修行，你可以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你就念嗡啊吽，好，你就念很大声，在公园里面，那些鸟那些蚯蚓很多的众生看得到看不到的，听到你发出这嗡啊吽诸佛三身的根本种子字的这个音，就这样，如果你的心有摄持大悲心，哇，他们都很感谢你。所以你在运动的同时，你又在持这个三种子字的咒语，你也是在净化加持那个地方，也在净化加持你自己，然后也是在帮助这些其他道的众生。那你这样练，我觉得非常的好。它第一，它又可以强身；第二，又强心，就是我们自己可以透过这个嗡啊吽的观想，去一直告诉自己，我们要学佛菩萨的身语意的这些功德。一旦念了嗡啊吽，我们就也种下了跟诸佛三身的根本种子字的这个因，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成佛的这个因也种下了。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也不用觉得这好像很亵渎这个三个根本种子字嗡啊吽，我觉得没有关系，你也是可以用在公园里，你就把它念诵得很大声，然后你可以观想这个颜色，加持你，那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嗡就是诸佛三身的身嘛，就让我们的身体会净化加持，就会身体健康。就是诸佛三身的语的功德，那我也加持我们凡夫的语会净化加持，以后都能够讲出柔软温和的语言去鼓励人心。是红色。吽就是诸佛三身的意，我们加持我们，那我们这个凡夫的意就会慢慢的转换，会跟佛菩萨比较靠近。吽就是心嘛，在我们的膻中穴就是两乳之间，那你就是打开那个心轮，那也就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还有能够让我们的心，有一些人他有忧郁症，还有一些有躁郁症，还有一些分离焦虑症然后还有一些疾病的人都可以念嗡啊吽，非常简单。因为这个吽呢就可以震开他的心的脉轮，有时候他这种心理疾病的一些负面能量，或者一些有点片段不连贯的这种频波吧，透过诸佛菩萨的加持，有时候也是会有好转的迹象。而且就算很多人他没有学佛，你也可以边开车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也很简单，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我觉得蛮值得推广的。所以如果各位常常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当你念嗡啊吽的时候，你就观想白红蓝观想诸佛三身的种子字加持净化种在我们的身语意当中，那你慢慢的你就会提醒自己，我们学佛不是要学我，不是要学凡夫的自己，而是要抛开这个凡夫的这个枷锁，我们要唤起自己本具的清净的如来藏。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效果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所以我今天花了蛮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嗡啊吽不管你是去运动，你也可以来练，或者是你去到一些比较副磁场的地方也可以持诵。乃至你家里有贡品
或者你有一串念珠，都可以念嗡啊吽，好，来净化。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也可以先念21遍或108遍的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再起床。然后也睡觉前也可以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念108遍再睡觉功德回向，愿一切所有法界的众生跟我们一样，都可以成就佛果。那怎么成就佛果呢？就是要放下凡夫心，转凡夫心为佛心，慢慢的能卸下我执的这个盔甲，我们要穿上佛菩萨的柔和忍辱的6度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衣，然后我们就可以行万里路，然后修行证得无上正等的菩提。那我今天涵盖的内容有点多，不过我想最后跟大家再带领一下来念这个嗡啊吽，3根本种子字，来大家一起跟我念。嗡，观想白色在额头2眉当中放光加持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身的功德加持我们。观想红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语的功德，然后加持我们的喉轮，就喉咙吽，发出蓝光，照射我们的心间，转换我们的凡夫心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意的功德，加持净化我们的意，能转凡夫意为佛的意，所以我们就能当下成就诸佛的身语意的3根本：金刚身、金刚语跟金刚意。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越来越欢喜越来越愉悦，然后心越来越开阔，这就是得到佛菩萨加持的一种征兆。那只要我们好好的持诵这3根本种子字嗡啊吽，可以断除我们84000种烦恼。为什么？你在念嗡啊吽的时候，你每念一个种子字嗡，就是观想十方三世一切的身，佛身的功德加持我们。三世一切诸佛语的功德加持净化我们的凡夫的语的恶业。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意的功德加持我们凡夫的意，放下凡夫的心意，学佛菩萨的心。嗡啊吽，所以你在很专注念嗡啊吽的时候，你就是在断除这84000种烦恼，你就是种下成佛做主的菩提正因。所以修行看似很难，但是你只要念念在当下，时时把握住这个很大的一个规则，你绝对不会走火入魔，而且你也不会所愿未求。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心愿一定会圆满的，只要你好好的听佛菩萨讲的，升起大悲心、菩提心，自利利他，发无上成正等正觉的心，也就是我们想要去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想要成佛，所以我们要帮助一切的众生，所以自利利他，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很高兴无苦无乐，所以我要成佛，不是的，是一种自利利他，就是没有二元对立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一些平静与喜悦跟希望。如果你家里的人有人是因为精神疾病所苦，你可以教他这个嗡啊吽，非常简单，比那个嗡嘛呢呗咪吽又少了3个种子字，所以更简单。那但是所有的咒语没有高低之分，所以绝对不要去有所分别。持6字大明咒是增长我们的慈悲心、大悲心，升起菩提心，为利一切众生，愿成佛的心。这3根本种子字，我觉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断除我们凡夫的身语意的业行。就是你在念的时候，因为你要观想十方三世一切的佛的身语意的加持嘛，所以你就会暂时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再持续照做凡夫的身语意的恶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断等流的方式。那如果今天我的开示就是这嗡啊吽3根本种子字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别忘了一定要点赞分享，按下小铃铛。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官方频道，请订阅我们的官方频道。那如果你愿意帮我们分享我们的影片，你的一个分享就是在传播弘扬正法，也就是法传扬给更多众生可以来学习佛法，也就是法布施、法供养。那如果你想要成为我们的会员，护持我们做这种在西方国家弘扬正法的佛行事业，也请你加入我们的会员。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则的影片，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有所帮助，比如身语意当中 on home 哪一个对你有所帮助？帮助是在你去一些比较负能量的地方，你觉得有帮助，还是在于你在净化加持你的念珠，你觉得对你很心安？也欢迎你们留言哈。唯一各位能够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就是透过留言，那你留言的越多，你的心得越多，我就知道我这一则影片对你的帮助很大，那这也会给我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鼓励。在将来我的影片的制作上，我也会尽量去把很多佛菩萨的教言、佛菩萨的咒语，很多各位都还没有学习过的，我会在大藏经当中去把这些摘录下来，自己学习之后做成影片来给大家做分享。而这三根本种子字就是我在大藏经当中去把它摘录出来，所以大家只要看着我们的影片，就可以深入大藏经，然后深入佛智，智慧如海。请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这样子我们的影片才会有更多人得到利益。那在现在YouTube 的影片也有一个粉丝推播的这个按键，也请各位能够护持佛法在我们每一则的影片发布的时候都可以帮我们点这个影片推播，这样的话他们的演算法就会把我们的影片推给更多在全世界不同的人他有些不一定学佛，或者有些他只是为了想要去秽就是一些衰运想要把它去除，他们会寻求一些佛教的一些修持方法，也会被推播过去。所以我要请各位今年多帮我们做这个粉丝推播的这个选项。我希望 on home 可以给你开启一个吉祥满满的一年。那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